是整理师 Blair， 今天来到大创，我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我的收纳法宝，那我们就现在进去吧。那在采买冰箱的收纳物品之前，或者是你采买任何的收纳品之前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定要量尺寸。对，那尺寸呢，除了宽、除了高之外，最重要的其实是深度。因为呢，大家会觉得收纳上有困扰的都是太深的柜子，那冰箱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很深很深的柜子嘛。所以你在挑的时候呢，尽量要以深度为主。如果你的冰箱是深50公分，你就尽量挑差不多的尺寸，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不好拿东西。那所以像这一款呢，它是比较大的小篮子，我就会觉得这种比较方便，因为通常你放进去了以后呢，前面就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位置，你会觉得被浪费。然后这种的好处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类型的食材，你就把整个篮子拖出来，像打开抽屉一样去看它，就很一目了然。再来要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采买之前呢，除了尺寸量好之外，你也要选定你想要的风格。像大创里面就有非常多不同颜色，然后是不同款式的收纳盒。如果要挑的话，就尽量挑符合你家冰箱尺寸的，还有款式统一的，这样你打开冰箱映入眼帘的才会是整齐一致的画面。如果你东买一个西买一个，然后冰箱打开五颜六色的话，就算你排得很整齐，视觉上也会觉得非常的杂乱。关于冰箱收纳的，我最喜欢的道具其实是这个文件盒，或者是它都叫做杂志盒。那它真的非常好用，用在各个地方都可以。那用在冰箱要怎么办呢？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扁扁的食材，比如说水饺啊、葱油饼啊，或者是肉，你买来的时候它是扁扁的形状，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来这种地方，然后让它可以直立起来。那除了让它像资料一样可以直立站起来之外呢，它有时候躺着也非常好用。像我就会拿这种尺寸稍微大一点点的，然后把它躺下来。如果你有这种扁扁的食材，然后又比较多的话呢，我就会叠好几个叠在冰箱内，有点像让它变成在冰箱有层板。那你的东西这样子堆叠，其实也会比较好拿。然后冰箱其实就是个铁柜嘛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小东西，然后需要架在冰箱外面的话，就可以买这种外面有磁铁的，像这个，你就可以挂在外面，然后放一些比较不需要冰的小食材，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在冰箱上面贴 memo， 你就可以把文具也放在这里，然后就贴在冰箱上面。哦，这一区塑胶制的就是我比较常用在冰箱里面的，然后像这个。尤其是这种有把手的塑胶篮，非常非常适合冰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冰箱通常都又大又深，那通常最里面的东西因为太深你拿不到，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有把手的篮子，可以让你整个取出克服深度的问题，然后你可以把同系列的东西都摆在里面，就会很清楚。再来是有些人可能冰箱层板不够，然后会变得很高，你会觉得那个高度都被浪费了，所以就可以找这种摊开来是么字形的小架子，然后也是一样摆在最深处，这样至少你后面的东西可以垫高，可以看得到，然后也不会觉得说上下好像都要堆叠，然后会浪费空间。那冰箱收纳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就是我们要非常好拿取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挑有盖的收纳盒。那如果你是要收纳食材需要防腐或是防潮的话呢，你就拿保鲜盒就好了。如果是要收纳其他小杂物的话呢，第一个我会推荐这种。就是篮子式的盒子，它可以拿来帮你分类一些比较小型的东西，让小东西不会在大大的冰箱里面就是四处游荡，然后找不到。那如果你有一些细细长长的，比如说辣椒啊那种比较小的，或者是一些牙膏状的食材酱料，你就可以放在这种本来就有分隔的收纳盒里面，让它可以站起来，就不会东倒西歪的。那假设呢，你是有一些瓶瓶罐罐，比如说酱料或者是铝罐的饮料，那推荐用这种大概高度只有一半的收纳盒，你就把饮料都可以排在里面，它至少上面的地方是露得出来的，你可以看到里面装什么。但如果是一些比较乱的，比如说水果啊、蔬菜那种比较乱的，你就可以找比较高的，让它把它挡在里面，然后就是用这个盒子把它藏起来，看起来冰箱也会比较清爽。再
再来，冰箱收纳很重要的就是食材的保鲜。大家家里总是会有一些吃不完的或是要隔夜的菜，那么就需要保鲜盒了嘛。那保鲜盒呢，无论材质很重要的一样，也是我们尽量挑尺寸且款式一致的，这样子呢，它才可以在冰箱里面堆叠，不会乱。因为像外面坊间卖的那些保鲜盒组啊，都会给你不同尺寸，然后大中小，所以你在收纳的时候可能会有大，然后有小，这样叠起来呢，不仅没有省到空间，反而会觉得很显杂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不如就买全部都同样尺寸的，那当然是越大越好，这样子会比较方便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圆圆的保鲜盒跟方方的保鲜盒的话呢，我会比较喜欢方形的，因为方形的排起来就会比较没有空隙，然后看起来很整齐。那就算你需要直立的话，它也是比较有办法的。可是圆形的话，它就只能这样子用叠的。那假设你没有预算，或是你家里没有多余的收纳壳可以拿来做冰箱收纳的话，其实托盘也可以当做一个收纳的材料哦。托盘的意思是呢，我们在冰箱里面为东西划分区域。假设说这一个托盘上面只能放酱料，这个托盘上面只能放布丁跟优格。那当你的冰箱有这样2个区块的时候呢，你拿到什么食材，你自然的就会把它放到那个框框里面，那冰箱里的东西就不会四散，然后你找东西也会很好找。接下来这里就是一字排开，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的罐子们。其实同款罐子的用处呢，在于说你可以把包装去掉，让原本待在塑胶袋啊或者是包装袋里面的小食材，就可以装到同一个罐子里面，那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漂亮。不过呢，这个就只是为了就是多余的，这个就只是为了让你收纳起来更漂亮而已。那如果你比较环保或是预算有限的话，不一定要这么做。那不知道大家的冰箱里面有没有一个大大的抽屉在最下方，叫做蔬果室呢？蔬果室的抽屉因为很大，所以呢，你东西放进去可能会堆叠，可能会散乱。那假设呢，你家里有这种本来就很立体形状的购物袋，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深深大大的抽屉里面，就当做抽屉的分隔。那或许呢，你就可以变成说，哦，这一个袋子放水果，另外一个袋子放蔬菜，然后其他区域就可以再放你其他买回来的食材，这样子有分隔的收纳，看起来会非常的整齐。那另外一个很棒的是呢，像这种袋子里面啊，它会有这种保冷保热的功能，所以假设你真的是需要带出门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提了就走。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我想要再加码推荐3个我觉得很万用、很好用的收纳方式。第一个是近年非常流行的伸缩杆。伸缩杆不仅可以拿来装窗帘而已，它其实可以搭配2个，就变成一个层架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柜子啊，它是比较高、比较深的，你觉得东西放进去上面的高度空间都被浪费的话，就可以搭配这个。现在还推出了这个可以专门搭配伸缩杆的专用收纳盒，它前面跟后面都有这个凹槽，可以让你直接挂着伸缩杆。所以不管你是要搭配篮子呢，还是搭配层板，都非常的方便。相信大家呢，很多人都会使用鞋盒来做收纳，对不对？可是鞋盒毕竟都是纸盒做的，用久可能会软掉或者是破掉。那加上呢，不同厂牌会有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大小，甚至不同的开合功能。如果你想要统一的话呢，其实你就可以来买这种透明的鞋盒。那第一个好处是它大小统一，然后又很大，所以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第二个好处是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你不会看不到里面放什么，然后久而久之就忘记你收纳了什么在里面。那像这种尺寸的呢，我很推荐拿来收5金的用品，比如说铁锤呀，然后小螺丝钉等等都可以放进来。第二个呢是3C 用品，一些线材什么的就可以全部都装到这个盒子内。再来最推荐的就是拿来收小朋友的玩具，小朋友玩具也是非常的杂嘛，那可以把它分门别类放到不同的盒子里面，然后堆叠，甚至可以教他说你以后要自己分类收纳进去这个地方。再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收纳用品是这种塑胶的资料盒，那它除了可以非常好分类文件，让你的同系列文件都待在一起，而且可以像书本一样站立之外呢，它还很适合拿来收纳小朋友的教具。因为小朋友的教具呢，通常都稍微有厚度，比较立体，那你可以把它的讲义跟它的其他教具全部收在一起，那或者是收纳一些拼图啊，然后贴纸之类的，也都很方便。再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用途呢，就是拿来当出差装衬衫的盒子。因为衬衫呢都很怕皱，如果你放在包包里面可能会挤压到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折成像这样子的大小，然后放在这个资料盒里面，就不用怕它被挤压到咯。